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金宁。本期我们来介绍鬼灭里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上弦之二童魔。纵观整个鬼灭剧情，童魔出现的篇章并不多，但不得不说是一个塑造的十分成功的反派角色，无时无刻都挂着笑容，语气温柔，再加上俊朗的外表，很难看出来这家伙竟然是个魑魅狂魔。再加上后文蝴蝶姐妹的死，可以说在观众眼里可恨程度仅次于无惨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快月。作为无惨手下的第二号大将，童魔竟然还有一个万世极乐教教主的人类身份，在我看来，他的反派魅力甚至要高于无惨。相对于无惨那毫无争议的谢之明，童魔的设定显然更符合一位充满矛盾设定的反派 BOSS。真正深入剧情后，你才能看清他伪善的笑容背后，其实隐藏着的是一个没有感情、找不到生存意义的怪物。可恨的背后，竟是可悲。童魔一出生便拥有着七色彩虹和象征纯洁无瑕的白象色发色，他那迷信的父母认为他一定是能听到神的声音，是降生于人间的神之子，于是将他供上了神坛，并为此替他创建了万世极乐教，每天都有教徒前来祷告。年幼的童魔是个善良又聪明的孩子，但没有人天生就会分辨是非，缺乏了教育和引导，再加上整天听这些大人们哭哭啼啼的跪在自己面前诉苦，祈求他能引领他们前往极乐世界。慢慢的，他的内心开始扭曲，觉得这些人都很可怜，所以他每次都要顺着他们的话说下去。可实际上，他从来都没有听到过神的声音，也很清楚这个世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极乐世界。打生下来就被供上神坛的他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情感，以至于后来父亲出轨多名女信徒，被母亲用刀活活捅死，随后母亲也服毒自尽，放在一个普通孩子身上，恐怕早就崩溃了。但他仍然感觉不到任何情感，只是想着房间被弄脏了，处理起来很麻烦罢了。就这样，童魔毫无感情的生活了20年，直到被鬼王无惨相中，变成了鬼。之后，在维持着教会发展的同时，开始以救赎之名吃掉那些愚蠢的人，并自认为是在救赎他们，让他们从早已注定的悲惨生活中解脱。虽然感受不到人类的情感，但童魔开始时刻挂着笑容，刻意将自己扮演成一个温柔的人。一方面是为了遮挡他感受不到情感的内心，另一方面他似乎依旧憧憬着那从未有过的情感。万世极乐教的教义是抱着沉稳的态度，开心的过生活，让人难过或痛苦的事没必要勉强自己。他刻意将信徒控制在250人左右，怕太张扬的话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后来在他还是上弦之6的时候，在吉原花街意外撞到了继父太郎和梅，见到那女孩快死掉了，童魔一时兴起便将他们变成了鬼，脸上挂着笑容，但手里却还拿着女人的头颅和残肢。这一幕是童魔在漫画里的首次亮相，给人第一眼的印象就非常深刻。因为吃了大量年轻女子，实力飞速上涨。不久后，在上弦的换位血战中，童魔成功晋升为了上弦之2，而继父太郎和梅则接替他成为了上弦之6。在他成为鬼的这100年间，曾经有一名女子抱着自己的孩子前来寻求保护，她名为嘴平晴叶。因为在家里丈夫嫌孩子哭得很烦，非常粗暴地摇晃她，婆婆也欺负她，所以便趁着下雪天，她抱着孩子逃到了童魔所在的极乐教。丈夫和婆婆追赶而来，童魔觉得他们很烦，就杀掉了2人，并丢在了山里，将晴叶留在了身边。晴叶的头脑很笨，但内心善良，性格开朗，和她待在一起让童魔也感到很快乐，所以童魔决定让晴叶一直陪在他身边，直到他寿终正寝。可没过多久，他偷偷吃信徒的事还是被晴叶发现了。不管怎么解释，晴叶都无法理解他所谓的善行，对他破口大骂，说他一直都在欺骗大家，然后便抱着孩子逃出了寺院。一路上晴叶都在不停地埋怨自己，总是轻易相信别人，做出错误的选择，才让孩子得不到安稳的生活。眼下他也知道自己是难逃一死了，很快被逼至了悬崖边上，他做出了自己最后的选择，至少能让他的孩子有一丝活下去的希望。就这样，孩子被扔下了悬崖，晴叶也被赶来的童魔杀害，并残忍地吃掉了。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被扔进了川流的江河中，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0，这才让童魔放过了孩子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孩子不仅没死，还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了结束他罪恶一生的猎鬼人，其名为嘴平一之助。对于从未感受过人间真情的童魔来说，晴叶的出现就像一叶扁舟，在他毫无波澜的内心荡起了一片涟漪。他善良、可爱又勇敢，对孩子的无微不至，这一切对于童魔来说都是从未有过的东西，是他内心所向往的情感。即便是后来过了15年，晴叶的笑容仍旧被他记在脑海。时间点来到正片前夕，童魔意外撞上了鬼差队当代花柱蝴蝶香奈惠。一场大战后，香奈惠虽说不敌童魔，但也将战斗拖至了天亮，没有被童魔吸收。等蝴蝶人赶到后，香奈惠已经奄奄一息。亲身体会过童魔的可怕实力，香奈惠本不想让蝴蝶人知晓，但耐不住人的坚持，将童魔的特征告诉了人，为之后的决战埋下了伏笔。没过多久，太长小队横空出世，经过了吉原花街一战，继父太郎和舵姬战败，无惨召开了上弦会议，
在会议上，童魔仍然用笑容伪装自己，言语间毫无自觉地戳一窝座的痛处，结果被2次削掉脑袋，他也并不在意，并用自认为的玩笑话调侃自己在一窝座之后才变成了鬼，但却先一步成为了上弦之二。这里的一窝座并没有发难，也侧面反映了当时童魔的实力要在一窝座之上，不然以一窝座的脾气，早就发起换位血战了。童魔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，甚至在与老板无惨的对话中，也透露着满满的轻浮感。当然，在场的人或多或少都已经习惯了他的风格，看似和谁的关系都还不错，可实际上就连无惨都很厌恶他。在这之后，童魔的出场就来到了无限城决战篇，他所犯下的罪孽终于迎来了惩罚。蝴蝶忍意外撞上了童魔，通过姐姐香奈惠的描述认出了仇人，而童魔也通过忍的语知想起了曾经杀害过的香奈惠，但言语间透露着没能吃掉香奈惠的遗憾，瞬间激起了忍的怒火，忍一剑便刺穿了他的眼睛，也成功将配置好的毒素注入了童魔的体内，让其呕血不止。但转眼间毒素就被童魔分解了，这是中毒的感觉，甚至让童魔都感到很新奇。蝴蝶忍的实力在猪的行列里并不强，但自从姐姐离开后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复仇。这场战斗开始得快，结束的也快。蝴蝶忍用尽最后的力气，一剑将童魔钉在了天花板上。尽管知道自己不敌，但也义无反顾地实行着自己的计划。人的坚强和勇敢打动了童魔，就像曾经的秦岩一样，让他看到了人类的复杂情感。明明实力弱小，却仍旧拼上性命一路走到这里。这样的精神被童魔看作是人类最美妙的地方。他流着泪表示，人有资格被他吞噬，和他一起永生下去。当然，他扭曲的提议被人狠狠地咒骂道：“下地狱去吧！”就在这时，香奈乎赶到了。蝴蝶忍只来得及用手势告诉他小心吸入寒气后，在香奈乎的眼前被童魔吸收了。接下来战斗就交给了香奈乎。对比忍的仇恨，香奈乎更为直接，亲眼看到了姐姐被其杀害，但他并没有被怒意冲昏头脑，反而冷静的可怕。在注意到童魔说他同伴一窝座阵亡的消息后，却毫无反应，直接拆穿了童魔的面具。我很清楚，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全都是编造的谎言，口口声声说着最好的朋友死了，表情却一点都没有变化。果然，姐姐说的没错，你是个可怜的家伙，你想必什么都感受不到吧？童魔的笑容渐渐凝固。降生在这世上会理所当然的因为高兴而露出笑容，因为悲伤而愤怒发抖，而你完全无法理解这些情感。你很聪明，所以一直都在用谎言掩饰自己，只是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你其实什么都感受不到的事实。这简直太滑稽了，就像傻子一样。你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到这个世上的呢？香奈乎的话字字诛心，将童魔的伪善面具狠狠地踩在脚下。这一刻，童魔才真正露出了他本来的面目，那个没有任何感情的面孔。而这时，香奈乎又补了一刀。看来你的头脑应该并不怎么灵光，毕竟你活在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呢。话音刚落，童魔就杀了过来，和之前废话连篇时截然相反。经过了一番交手后，童魔发现眼前这个女孩似乎实力还要在她姐姐之上，于是他又来了兴趣，在一番花里胡哨的血鬼术下，一眨眼将香奈乎的日轮刀都夺了过去。可见其实力有多恐怖，能轻松夺走香奈乎的刀，同样也能轻松夺走她的性命。也正是因为童魔爱玩弄的心，让香奈乎见识到了伊之助的赶来。但随后童魔在交手间又轻松夺走了伊之助的头套，看见了他的面貌，童魔一愣，自己似乎在哪里见过他。随后他将手指插进了脑袋里，让他想起了15年前的那个女孩，嘴贫情叶。伊之助的身世之谜也呼之欲出，得知了此人便是杀害母亲的仇人。伊之助联手香奈乎展开了复仇之战，但两人的实力加在一起，童魔也不放在眼里，准备用血鬼术形成的冰雕将两人解决掉，而他则要先离开了。可正当他走到门口时，一股异样传来，只见他的脸开始了溃烂，眼珠子也掉了下来。原来这正是蝴蝶忍用性命为代价留在他体内的毒。其实早在很久前，蝴蝶忍就开始不断摄入紫藤花之毒，让他的身体从血液到内脏，甚至每一根指尖都蕴含巨量的紫藤花毒素。一旦他被童魔吃掉，毒素便会在他体内爆发，这是人以生命为代价所布置的最后手段。就连童魔也难以抗衡这么巨量的毒素，全身都开始了溃烂。可作为活了上百年的怪物，拼尽全力，他还是能做到用快速的再生阻止溃烂。但这样的话，他就没有余力再支撑冰雕了。伊之助和香奈乎抽身杀到了眼前，血鬼术、雾冰、水莲菩萨。这座庞大的冰菩萨是童魔所展现出来最强的血鬼术。童魔被保护在其肩上，举手投足间都具有可怕的破坏力，同时在周身还散发着大范围的寒气。一眨眼的功夫，伊之助就被一把抓住，眼下就只剩下香奈乎了。花之呼吸，中之情，彼岸朱眼。这是一招强化自身的神经反应，但有可能会导致双目失明的招式。香奈乎一跃而起，势必要抓住姐姐用生命制造的机会，亲手结束这一切。可这一刀还没斩下童魔的脑袋，就被冻住了，正好卡在童魔的脖子上。在这关键时刻，伊之助咬牙一挥，将双刀扔了过去。脖子上的刀再加上这一层力道，童魔人手分离。这场战斗也终于结束了。
童魔到死都没有反应过来，自己竟然会被这么弱小的人类杀掉，自己的实力还远远不止如此。他不甘心就这么放弃，这时他想起了无惨，再加把劲，说不定自己也能克服斩首的威胁，就连比他实力弱的伊沃座都差点成功了。但这样的念头转瞬即逝，下一刻的他荒唐的似乎又接受了死亡，就像他常常说的那样，死亡一点都不可怕，战败什么的也没有任何悔意。对呀，毕竟他什么都感受不到，死亡对他来说也不过是生命走到了尽头罢了。脑子里又浮现出了曾经的画面，但这些走马灯仍旧只是一些事不关己的东西而已。突然间，一张漂亮面孔出现在眼前，原来是蝴蝶人。人笑着表示终于将他杀死了，可以安心的走了。看着蝴蝶人的笑容，童魔很是不解，就算自己死了，但还有比他更厉害的鬼王活着呢，难道他一点都不担心吗？蝴蝶人只是淡淡的回应道，我坚信自己的战友之中一定有人能将他消灭。这一瞬间，心底里似乎有什么东西跳动了一下，明明自己已经没有心脏了，难道这就是恋爱吗？嘴上这么说，可实际上童魔自己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感觉，也许只是蝴蝶人敢于反抗命运的情感，让他最后一次感受到了他所憧憬的东西罢了。当然也说不定童魔是真的感受到了爱情呢，到生命的最后他都充满了矛盾，就像最后他询问的人愿不愿意跟他一起下地狱去，明明他自己亲口表示过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地狱和天堂，但在这一刻他全都相信了。最后这面带红晕的笑，或许是他真正感受到的情感，发自内心的笑容吧。童魔的结局可以说非常让人舒适了，死得合理也活得真实，在自己亲手种下的罪孽中消亡，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真正的活了一次。扭曲到极致的三观，却有着一颗憧憬人性的心，带感的人物设定，鲜明的矛盾点，从读者的角度来看，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反派角色。所以为什么说在我看来童魔比无惨更适合做大 boss 呢？相较于无惨毫无争议的恶，童魔所能展现出来的张力是整个鬼灭里我认为最适合留到最后的。比起最后解决掉无惨的痛快感，我更想看到从童魔的身上全是鬼这种东西，无论是堕姬、继父太郎、炎圣、伊吾作还是童魔，在成为鬼的背后往往都是人性在推动。好了，以上观点仅代表仅您个人看法，不存在强行洗白一说。毕竟做出的行为就要承担后果，没必要去过度纠结。你觉得童魔可怜或可恨，只要正确分辨是非，都是欣赏角色魅力的一种角度。最后，在本片中没有提到的其他设定，请您进行了整理，相关视频也放在了简介区，片尾还有大家的精彩评论哦。那么注意，在接下来的资料介绍后才会结束。我是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こわばる心震える手は掴みたいものがある